我们先想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能预测明天中午会吃什么吗？大部分人连这个都说不准，可偏偏有人能告诉你100年后世界会长什么样，能告诉你哪艘船会沉，哪个国家会打仗，哪种设备会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更恐怖的是，他们说的这些事后来都一一应验了。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某种我们至今无法解释的能力？又或者是这个世界本身就遵循着某种隐藏的剧本，而某些人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提前读到了剧本的下一页。尤其是排在第1名的那个预言，它不是针对某一个事件，而是直接指向了人类文明的终点。它描述的一切正在一步步兑现，而且最离谱的是，2位相隔500年的预言家竟然不约而同地说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话。你可能会说，这不过是幸存者偏差吧，错的预言没人记得，对的才会被传播。这话没错，但今天我要给你看的这10个案例，他们的精准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偶尔猜中的范畴。有的连船的名字都写对了，有的把100年后太空任务的飞行器名称、宇航员人数、发射地点全部命中，有的用一首4行诗精确预言了111年后的一场大火，而有一部动画片更是把预言这件事做成了一门玄学。他命中的次数之多，密度之高，连他自己的编剧都吓到了。更可怕的是，在我们这个影片上线的此刻，排在第2名的那个预言正在真实世界里逐帧播放。炸弹在落，飞弹在飞，海峡被封锁，油价在暴涨，而动画里的那些画面和新闻里的场景产生了令人窒息的重叠。至于第1名，他预言的不是某一场战争或某一次灾难，而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倒计时，而且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数字：3000年。这意味着，如果预言是对的，我们现在正站在漫长下坡路的起点。准备好了吗？我们从第10名开始倒数。第10名，摩根·罗伯逊与徒劳提前14年预言铁达尼号沉没。1898年，一位名叫摩根·罗伯逊的美国作家出版了一部中篇小说，书名叫做《徒劳或泰坦号的沉没》。故事很简单，一艘名为泰坦号的巨型豪华邮轮号称永不沉没，载着大量上流社会的乘客从英国出发，横渡大西洋。在4月的一个寒冷夜晚，这艘巨船在北大西洋撞上了一座冰山。由于救生艇严重不足，船上绝大多数乘客和船员都葬身海底。好，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小说里的船叫泰坦号，现实中的船叫铁达尼号。小说里的船排水量约7万吨，铁达尼号排水量约 6.6 万吨。小说里的船长度约800英尺，铁达尼号长度约882英尺。小说里救生艇只够不到一半乘客使用，铁达尼号的救生艇也只够大约一半人使用。小说里事故发生在4月，铁达尼号沉没在1912年4月15日凌晨。小说里船被称为永不沉没。现实中，铁达尼号同样被冠以这个称号。14年，一个籍籍无名的小说家在1898年就把14年后将要发生的海难写了出来，细节精准到令人发指。罗伯逊本人是一位有经验的水手，他对造船业的发展趋势有一定了解，所以有人认为他只是做了一个合理推测，随着船越造越大，安全隐患也越来越严重，迟早会出大事。这个解释有道理，但即便如此，船名的相似、时间的一致、救生艇不足的细节，这些加在一起，还是超出了合理推测的范畴。罗伯逊后来的人生也很悲剧，他始终没能靠写作出名，最后在1915年穷困潦倒中去世。讽刺的是，他写过最好的小说，竟然是一个关于预言的故事，而他自己的命运却没有人能预言。第9名，儒勒·凡尔纳与从地球到月球提前104年预言登月细节。1865年，法国科幻大师儒勒·凡尔纳出版了一本小说，叫《从地球到月球》。在这本书里，3名冒险家搭乘一枚名叫哥伦比亚号的巨型炮弹型飞行器，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发射场升空，飞向月球。他们在太空中体验了失重状态，最终成功抵达月球附近，然后返回地球，降落在太平洋中。104年后的1969年7月，阿波罗11号任务从佛罗里达州的甘乃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指挥舱的名字叫什么？哥伦比亚号。
搭载了几名宇航员，3名返回地球时降落在哪里？太平洋。但这还不是最惊人的部分。凡尔纳在书中估算了飞行器脱离地球引力所需要的初速度，大约是每秒 1.1 万公尺。后来科学家计算出的地球逃逸速度是每秒 1.12 万公尺左右，误差不到 2%。要知道，凡尔纳写这本书的时候是1865年，那时候人类连汽车都没有，内燃机才刚刚开始实验，飞机要到38年后的1903年才被莱特兄弟发明出来。在一个连动力飞行都不存在的时代，凡尔纳不仅想象出了太空旅行，还把发射地点、宇航员人数、飞行器名称、降落方式，甚至发射速度都写对了。有人开玩笑说，凡尔纳是穿越回去的 NASA 工程师，但更合理的解释是，凡尔纳是一个对科学极其痴迷的人，他大量阅读天文学和物理学文献，然后用想象力把这些知识推演到了极致。他身边有一位表兄是数学家，经常帮他做计算，所以凡尔纳的小说不是凭空幻想，而是有科学根据的幻想。可即便如此，那些细节的吻合程度仍然让人叹为观止，这不像是推演，更像是抄答案。顺带一提，凡尔纳的另一本小说《海底2万里》在1870年出版，描绘了一艘可以在深海长期航行的潜水艇鹦鹉螺号。当时潜水艇技术还处于极其原始的阶段，而到了20世纪，美国海军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被命名为什么？没错，正是鹦鹉螺号，以致敬凡尔纳的先见之明。甚至这艘核潜艇的建造者们公开承认，他们小时候正是因为读了凡尔纳的小说，才对潜艇产生了梦想。所以凡尔纳不仅预言了未来，他还直接影响了未来。他的书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把他的预言变成了现实。这到底算是预言成真，还是预言本身塑造了现实？这是一个让人陷入无限循环的哲学问题。第8名，尼古拉·特斯拉1909年预言智慧型手机和无线网络。1909年，天才物理学家和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了一段在当时听起来完全像科幻的话。他说，不久以后，人们将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传送无线讯息，操作如此简单，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身携带自己的小型设备来完成这件事。请注意关键词：全世界范围、无线、随身携带、小型设备，这4个词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每天攥在手里的智慧型手机加 Wi-Fi。特斯拉还进一步说，未来人们能用这种设备随时随地传送图片和影像，及时获取世界各地的新闻。想想看，那是1909年，大部分美国人家里连有线电话都没有，收音机要到20年代才开始普及，电视机那是30年后的事情。在那个马车和蒸汽机还随处可见的年代，特斯拉已经在描述21世纪的行动通讯和即时影音传输了。特斯拉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谜，他一辈子都在跟爱迪生较劲，发明了交流电系统、无线电遥控、旋转磁场，但死的时候穷困潦倒，独自一人住在纽约的一间旅馆房间里。他的很多想法在当时被认为是疯狂的妄想，可100年过去了，这些妄想几乎全部变成了现实。也许真正的天才和疯子之间的区别就是，天才看到的东西太远了，远到同时代的人无法理解，只有等时间追上来，大家才恍然大悟，他不是在做梦，他是在提前醒来。说到特斯拉，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他在同一时期的访谈和书信中还描绘过一种世界系统，全球各地的人可以通过无线网络及时分享信息，新闻可以在事件发生的一瞬间传遍整个星球，人们可以远距离操控机器和设备。他甚至构想过一种可以传送电力的无线塔，让电能像广播信号一样覆盖全球。虽然这个想法至今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无线充电技术已经在朝这个方向迈进了。更令人唏嘘的是，特斯拉晚年几乎被整个科学界遗忘，他在纽约的旅馆房间里独自度过最后的日子，身边只有他喂养的鸽子。1943年他去世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第一时间查封了他的全部笔记和手稿，理由是国家安全，这些文件后来被归类为机密。一个在1909年就准确描述了2020年代生活方式的人，他脑子里还藏着多少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这个问题
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了。第7名，比尔盖茨的1999年15条预言。1999年，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出版了一本书，叫《数位神经系统与思想等速的明日世界》。在这本书里，他对未来的数位生活做了15条预测。当时正值千禧年前夕，大部分人还在用拨接上网，网速像蜗牛一样慢，下载一首歌要等10几分钟。在那个环境下，盖茨写了些什么呢？第一，他说人们会建立个人的网络空间，用来和朋友、家人聊天，分享照片，计划活动。你觉得这像什么？脸书、Instagram、微信朋友圈。2004年，脸书才上线，比盖茨的预测晚了5年。第二，他说你的设备会根据你的消费习惯和兴趣推送个性化广告。现在你在淘宝搜了一双鞋，接下来一整个月，所有 APP 都在给你推荐鞋子，这不正是盖茨说的吗？第三，他说找工作的人能在网上展示自己的技能和需求，直接匹配职位，这不就是 LinkedIn 吗？2003年才上线的 LinkedIn， 盖茨在1999年就写出来了。第四，他说家里会有持续运行的摄影设备，让你不在家的时候也能看到谁来敲门。这就是现在亚马逊的 Ring 智慧门铃、Google Nest 和各种家用监控系统。第五，他说体育赛事的观众可以在看比赛的同时，自由选择不同的摄影机角度来观看。现在的串流平台和运动转播 APP 早就实现了多角度切换功能。盖茨写的这些预测在1999年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可现在回头看，几乎每一条都精准到让人汗毛直竖。当然，盖茨不是什么先知，他是当时全世界最了解科技发展趋势的人之一。他的预测更像是基于深刻行业洞察的推演，但即便如此，能把25年后的数位生活描绘得如此具体而准确，这种远见还是令人敬畏的。不过盖茨也不是什么都猜对了，他在同一本书里预言蚊子和苍蝇会被消灭，大学教育会变成免费，这2条到现在都没有实现。所以即便是全球最聪明的头脑，也不可能百发百中。但有趣的是，盖茨猜错的那些预言，大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进步的乐观愿景，他高估了人类解决问题的速度和意愿。而他猜对的那些，几乎全部是关于科技如何渗透和控制我们生活的预言。个人化广告、社交媒体、智慧监控，也就是说，他准确预见了科技将如何改变我们的行为，却高估了人类利用科技来改善世界的能力。这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科技的进步是可以预测的，但人性的进步不能。第6名，美国搞笑节目《乘风笑》预言柏林围墙倒塌和雷根当选。1969年，美国有一档非常火的喜剧节目，叫做《乘风笑》。节目里有个固定单元叫未来新闻，主持人丹·罗文和迪克·马丁会用搞笑的语气预报未来的新闻，大部分都是胡扯，纯粹为了逗观众笑。但是有2条事后看来一点都不好笑了。第一条，他们说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当时是1969年，冷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东西方对峙严峻，谁都觉得柏林围墙会永远矗立在那里。可20年后的1989年11月9日，柏林围墙真的倒了，东西德统一，冷战结束，整个世界的政治版图彻底改写。第二条，在同一期节目里，他们预言了朗诺·雷根会当选美国总统。注意，1969年的雷根只是加州州长，离总统还有10万8千里。好莱坞出身的他在政治圈里更多被当成一个笑话。可11年后的1980年，雷根真的当选了美国第40任总统，而且在任期间推动了结束冷战的进程。一档搞笑节目随手开的玩笑，竟然精准命中了20世纪最重大的2个历史事件：柏林围墙倒塌和雷根当选。这是什么运气？还是说，在那些夸张的笑声背后，有人真的洞察到了某些历史的必然？其实说到用玩笑的方式命中真相，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马克·吐温。这位被誉为美国文学之父的大作家，1835年出生的那一年，哈雷彗星恰好划过夜空。哈雷彗星大约每75到76年出现一次。1909年，吐温对他的传记作者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和哈雷彗星一起来到这个世界，
他明年又要回来了，我期望和他一起离开。如果我不能和哈雷彗星一起走，那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望。全能者无疑已经说过，这两个怪胎一起来的，他们也必须一起走。1910年4月21日，就在哈雷彗星再次出现在夜空的第二天，马克·吐温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他不仅预言了自己的死亡，还精准到了和天文现象同步。当然，他当时已经知道自己心脏有问题，但把死期和一颗76年才来一次的彗星绑定在一起，这种精准度还是让人叹为观止。也许吐温式的幽默就是，当你连自己的死亡都能写成一个完美的文学桥段时，你已经不是在预言未来了，你是在导演它。第5名，诺查丹马斯预言伦敦大火，精准到年份。16世纪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原名米歇尔·德诺特雷达姆，是人类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先知之一。他一生写了大约940多首预言诗，收录在百诗集中。大部分诗句晦涩难懂，模棱两可，怎么解读都能沾上点边。正因如此，很多人嘲笑他的预言不过是文字游戏，写得够模糊，总能找到对应的事件。但是有一首诗怎么看都不像模糊。他写道：一人之血将在伦敦缺失，在66年的大火中焚烧殆尽，古老的圣殿将从高处倾覆，同宗之人多遭屠戮。1666年9月，伦敦爆发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大火灾。大火从一家面包店开始，烧了整整4天4夜，吞噬了伦敦城区内 1.32 万栋房屋，摧毁了87座教堂，其中包括象征英国宗教权威的旧圣保罗大教堂。诺查丹马斯精确地指出了城市伦敦，精确地指出了年份66年，精确地指出了圣殿倾覆，教堂被毁。而他写下这首诗的时间是1555年，整整比大火早了111年。更有意思的是，1666年还有另一件事，英国王太后亨利·埃塔玛利亚在这一年去世。有人认为诗中古老的圣殿从高处倾覆也可以指它的陨落。不管你信不信预言，这首诗的精准度确实让人很难用巧合来搪塞。在诺查丹马斯留下的近1000首诗中，大部分都可以随便套用，但这一首就像是有人穿越回16世纪，把111年后的新闻直接写了出来。除了伦敦大火，诺查丹马斯还有一些让人脊背发凉的预言。他提到过，一个年轻的孩子将从西欧深处的穷人中诞生，他将用他的舌头煽动一大群人，还提到了一个可能读作希斯特的词。有人认为这是指希特勒，也有人说这只是多瑙河的古称。他还写过，在2座城市中将出现前所未见的灾祸，有人将其解读为2001年911事件中世贸中心双子塔的倒塌，甚至连甘乃迪遇刺，他似乎也有暗示，一个无辜的死者将被指控为凶手，而真正的罪人将留在迷雾之中。如果你知道围绕甘乃迪遇刺案的重重阴谋论，你就知道这句话有多让人头皮发麻。当然啦，这些解读都是后人在事件发生之后回头去套用的，你事先看这些诗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就是诺查丹马斯最大的问题，他的文字太含糊了，几乎可以用来解释任何事情。但话又说回来，在将近1000首诗中，能有那么几首在细节上如此精准，尤其是伦敦大火那首，即便是最坚定的怀疑论者也不得不承认，这至少值得认真对待。第4名，辛普森一家预言川普当选总统。好了，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辛普森一家的恐怖预言时间。从这里开始，你会逐渐理解为什么全世界的网友都把这部动画片当成了预言圣经。2000年3月19日，辛普森一家第11季播出了一集叫做《乘风破浪的巴特》。在这一集里，巴特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他40岁了，还在混吃等死。而他的妹妹丽萨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1位女性总统。在一场内阁会议上，丽萨随口说了一句：大家都知道，我们从川普总统手里接下了一个财政烂摊子。2000年，那时候的川普只是一个房地产商人和真人秀主持人。虽然他在那一年确实短暂考虑过以改革党候选人的身份参选，但很快就放弃了。全世界没有一个正经的政治分析师会认为这个人有一天会真的坐进白宫。
16年后的2016年11月，唐纳·川普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全球震惊。而辛普森一家的那一集瞬间在网络上炸了锅。第28季的开场黑板上甚至写着说对了的感觉真糟糕。更离奇的是，剧中一个背景画面里还出现了2024这个年份。结果呢，2024年川普再次当选，开始了他的第2个任期。而2015年辛普森一家还专门制作了一部短片叫《川普奇幻之旅》，里面河马跑进了川普的头发里探险。短片中川普站在金色电扶梯上向支持者挥手，而几个月后川普正式宣布参选时，真的就是站在川普大厦的金色电扶梯上向支持者挥手，连场景都一模一样。但故事还没完，在那同一集里，丽萨当上总统时穿着一套紫色套装，搭配白色珍珠项链。2021年卡马拉哈里斯在总统就职典礼上亮相时，穿的正是一套紫色套装配珍珠项链。动画里的造型和现实中的造型几乎完全吻合。辛普森一家的资深编剧麦克斯卡利后来接受采访时说，当初选紫色只是觉得看起来很有诠释感，可能是在致敬希拉蕊·克林顿。珍珠项链那是因为丽萨本来就一直戴着，她自己也笑了，我们不是预言家，我们只是开了个玩笑，结果宇宙觉得这个玩笑很好笑，就把它变成了现实。编剧丹格里尼更直白，我们选川普当前任总统是因为这听起来最荒谬，我们想表达的是美国的未来会糟糕到什么程度，糟糕到连川普都能当总统。结果2016年告诉我们，对，就是这么糟糕。第3名，辛普森一家预言 NSA 全民监控和智慧型装置。2007年上映的辛普森一家大电影里，有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场景，辛普森一家因为触犯了环保法规而成为通缉犯，被迫踏上逃亡之路。在逃跑过程中，马基打了一通电话，结果 NSA 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监听这通电话，锁定了他们的位置。电影里的 NSA 办公室是一个巨大的监控中心，荧幕上显示住各种通讯数据。一名 NSA 工作人员兴奋地欢呼，我找到他们了！观众们看到这里哈哈大笑，政府监听老百姓的电话，这也太扯了吧。6年后的2013年，一个叫爱德华·斯诺登的前 NSA 承包商引爆了一枚信息炸弹，他泄露了数千份机密文件，揭露了 NSA 代号为棱镜计划的大规模全民监控项目。事实证明，美国政府确实在系统性地收集公民的电话通讯记录和网络数据，全世界震惊了。而辛普森一家的观众们回过头去重看那一幕，再也笑不出来了。但如果你以为这只是电影里的一次巧合，那就错了。早在1997年，辛普森一家的一集电视剧里就已经埋下了伏笔。画面中，一台电脑的荧幕上清清楚楚地标着几条线路，分别连接到 FBI、CIA 和 NSA。那时候普通人根本不知道 NSA 是干什么的，结果辛普森一家就这样把一个惊天秘密随手画在了背景里。除了监控，辛普森一家还预言了一大堆科技产品和历史事件。1995年的剧集里出现了智慧手表，比 Apple Watch 早了整整19年。视讯通话在90年代的剧集里就反复出现，甚至连苹果的 Vision Pro 头戴式装置都能在辛普森一家的旧画面里找到类似的东西。更离谱的是1993年那集马基的锁链，剧情里河马从电视购物频道订了一台果汁机，结果包装工厂在日本大阪，一名工人带病上班，把病毒壳进了包装盒里。这个病毒随包裹漂洋过海传到美国，在春田镇引发了大规模流感，被媒体命名为大阪流感。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2020年 COVID-19 从东亚地区开始蔓延全球，造成了本世纪最严重的大流行。虽然病毒的传播路径和辛普森一家里描述的不完全一样，但来自亚洲的病毒席卷全球，这个核心框架几乎是完美吻合的。当疫情爆发后，这一集的截图在网络上疯传，阅读量达到数十亿。虽然严格来说，动画里的大阪流感更像是对当时就已经存在的流感恐慌的讽刺，并非精确预言。但时隔27年后看到这些画面，那种他们怎么知道的感觉还是让人浑身不舒服。还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案例，辛普森一家在早期剧集里就画过，
核电站旁边出现3只眼睛的变异鱼布林鸡。2011年，阿根廷科尔多瓦省的一座核电站附近，真的有人捕获了一条3只眼睛的鱼。新闻一出，全球网友的第一反应不是这条鱼怎么了，而是辛普森又对了。2006年的一集里，河马和他疏远的老父亲一起搭潜艇去深海观看沉船遗骸。2023年，OceanGate 公司的泰坦号潜水艇在前往铁达尼号残骸的途中发生爆炸，5名成员全部遇难。剧情和现实的相似度让人不禁怀疑，辛普森一家的编剧们到底是在写喜剧，还是在写历史？这部动画就像一个永远超前的科技和时事展览会，他们画出来的东西总会在10年、20年后变成新闻头条。第2名，辛普森一家再次命中美伊战争。好了，接下来这一条是全篇最重量级的内容，因为它不是陈年旧事，它正在发生。此时此刻，就在你看这个影片的同时，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了代号为史诗之怒行动的军事打击。这是自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以来，中东地区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要理解这场战争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我们需要回溯一下。2023年以来，中东局势持续恶化，以色列与伊朗在2024年就已经互射飞弹。2025年6月，双方爆发了为期12天的短暂冲突，美国在那次冲突中对伊朗核设施实施了空袭。到了2026年1月，伊朗国内爆发了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起因是经济崩溃和基础设施老化。伊朗安全部队对示威者进行了血腥镇压，造成数千人死亡。川普政府以此为契机，威胁采取军事行动，并在中东地区集结了自2003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力量。而就在2月份，通过阿曼外交部长斡旋的间接谈判本已取得重大进展，伊朗方面愿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但川普总统表示对谈判进展不太满意，谈判破裂。几天后，空袭开始了，美军出动了 B-2 隐形轰炸机、B-1 和 B-52 战略轰炸机，海军发射了大量战斧、巡弋飞弹，以色列空军同步展开了斩首行动，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住所实施了精准打击。2月28日当天，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他的女儿、女婿、孙子也一同遇难。伊朗国防部长、革命卫队司令、国防委员会秘书长等多名最高级别军事领导人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相继被确认死亡。伊朗宣布全国哀悼40天。伊朗随即展开了大规模报复，数百枚飞弹和无人机射向以色列，射向美国在巴林、约旦、科威特、卡达、沙乌地、阿拉伯和阿联酋的军事基地。英国在塞浦路斯的阿克罗地里军事基地也遭到无人机袭击。伊朗还关闭了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荷默兹海峡，导致国际油价和天然气价格瞬间暴涨。战争迅速蔓延，黎巴嫩再次卷入冲突。真主党与以色列爆发激战，到4月初已造成超过1400人死亡。伊朗方面，根据伊朗卫生部的数据，美以空袭已造成超过2000人死亡，超过 2.6 万人受伤，其中包括4000多名妇女和1600多名儿童。4月7日，川普总统发出了一个令全世界毛骨悚然的威胁，整个文明今晚都可能毁灭。他要求伊朗在最后期限前重新开放荷默兹海峡，否则将对伊朗的桥梁和电厂实施彻底摧毁。伊朗军方称川普的威胁是妄想。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则宣布，已有约1400万伊朗人响应政府号召，志愿参战。他本人也表示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甚至在美国国内，曾经的川普坚定盟友前众议员马乔丽·泰勒格林也公开呼吁用第25修正案罢免川普，称他的威胁是邪恶和疯狂。双方最终在4月8日勉强达成了为期2周的停火协议。伊朗同意在停火期间确保荷默兹海峡的安全通行，但这份协议极其脆弱。就在停火宣布的同一天，伊朗就指责美已违反了协议条款。以色列在黎巴嫩继续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也在波斯湾地区实施了报复性打击。停火更像是双方各自喘口气，重新装填弹药的间隙，而不是和平的开始。
而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早在战争爆发前好几个月，社交媒体上就有人翻出辛普森一家里的一些中东战争相关片段，声称动画预言了每一冲突。TikTok 上相关影片累计获得了数千万甚至上亿次观看。虽然严格来说，目前没有任何一集被100%证实是直接预言了2026年的这场战争，诸多截图中也有一些是 AI 生成的假图，或者是对旧剧集的过度解读。但是才是关键。辛普森一家在过去30多年里反复出现美国与中东国家冲突的情节，而且这部动画的历史预言命中率实在太高了，高到让人无法忽视。当人们看到现实中美伊战争真的爆发，再回头看那些旧画面，那种恍惚感是真实的。无数网友毛骨悚然地说出那句话，辛普森又说中了。制片人比尔·奥克利曾经说过，我们真正预测到的东西其实非常少，大多数只是巧合，因为这个节目播了太久了，历史总会重演。另一位编剧埃尔吉恩也说，如果你扔出足够多的飞镖，总有几只会射中红心。这话说的没错，但问题是，辛普森一家射中红心的频率似乎远远超出了随机所能解释的范围。川普当选， NSA 监控 COVID 疫情的病毒从亚洲传出，核电站旁边出现三眼鱼，迪士尼收购20世纪福斯，希格斯玻色子的质量方程式出现在河马的黑板上，泰坦潜水艇爆炸，一次又一次又一次。所以这部动画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最合理的解释也许是，辛普森一家的编剧团队聚集了一大批顶尖大学毕业的高智商人才，他们对政治、经济、科技、社会趋势的理解力远超常人。加上这个节目播了超过35年，制作了超过800集，涵盖的话题包罗万象。当你用一群天才的大脑来讽刺世界的荒谬，而且持续35年不间断，那么偶尔命中几个预言，在统计学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即便如此，站在2026年4月的此刻，看着美伊战争真的在眼前上演，再看看辛普森一家那些陈年旧画面，心里的那种凉意是怎么都散不掉的。第一名，巴巴万加与诺查丹马斯的共同预言人类末日的倒计时。好了，终于来到了今天排在第一名的，也是最让人不寒而栗的预言，因为它不是针对某一个具体事件，而是直接指向了人类文明的终点。更恐怖的是，这个预言不是出自一个人之口，而是2个相隔500年的预言家不约而同地说出了几乎相同的话。先说巴巴万加。巴巴万加原名万格利亚·潘德瓦·古什特洛娃，1911年出生在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境内，也就是今天的北马其顿。12岁那年，他在一场剧烈的暴风雨中失明。他的追随者相信，正是这场风暴开启了他的灵视能力。此后数十年间，她成为整个巴尔干地区最著名的女先知，连保加利亚的政界高层都定期向她咨询。她在1996年去世，享年85岁。巴巴万加生前留下了大量关于未来的预言，据说准确率高达 85%。他的信徒认为他成功预测了2001年的911恐怖攻击。他曾说过，美国的兄弟将在钢铁之鸟的袭击下倒下。他还被认为预言了戴安娜王妃之死、乌克兰战争、奥巴马当选美国第1位非裔总统以及车诺比核灾。那么他对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说了什么呢？他说2025年是人类衰亡的开始。他说2026年将是大变革之年，旧有的权力秩序将崩塌，新的势力将崛起，全球将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地球将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大地震、火山喷发，极端天气将袭击 7% 到 8% 的陆地面积。他还警告说，人工智慧将在2026年开始主宰关键产业，带来的不仅是大规模失业，更是严峻的伦理危机。机器开始取代人类做出重要决策，这场变革的速度之快将远超人类的适应能力。更惊悚的是，他说2026年11月，人类将首次与外星生命接触，一艘巨大的飞船将进入地球大气层，从此彻底改变人类对宇宙和自身存在的认知。一些信徒甚至把最近发现的星际天体3 ILAS 与这个预言联系在了一起。
现在我们来看看诺查丹马斯怎么说。诺查丹马斯的百诗集里有编号为26的诗句，解读者通常用这些诗来对应2026年。其中一首写道：7个月的大战，人民因邪恶而亡。另一首提到巨大的蜂群将在夜间发动伏击。在政治象征学中，蜜蜂代表权力和秩序，解读者认为这可能指向大国领袖之间的激烈冲突。还有一首提到了提契诺将被鲜血淹没。提契诺是瑞士南部的一个行政区，瑞士在数百年来一直是欧洲政治的中立缓冲地带。如果连瑞士都被鲜血淹没，那意味着冲突的规模已经超越了所有的安全边界。另一首被解读为指向2026年的诗提到，伟人将在白天被雷电击倒。有人认为雷电指的不是真正的闪电，而是某种突然的毁灭性的打击。考虑到2026年2月伊朗最高领袖在空袭中被斩首式消灭的事实，这首诗的解读在战争爆发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两位预言家，一位来自20世纪的保加利亚，一位来自16世纪的法国，他们之间相隔了将近500年的时光，然而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时间节点。2026年，大战、灾难、秩序崩溃，文明岌岌可危。2026年初，当美伊战争爆发的新闻传遍全球，巴巴万加和诺查丹马斯的预言瞬间在社交媒体上被翻了出来，阅读量动辄数亿。人们惊恐地发现，他们说的那些事情正在一件一件地发生。而更诡异的是，不只是巴巴万加和诺查丹马斯，当代也有预言家指向了同样的方向。被称为当代诺查丹马斯的巴西占星师阿索斯·萨洛梅在2026年初就公开警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将在今年达到临界点。伊朗正在加速铀浓缩进程，而以色列正在准备可能的军事干预。他甚至具体提到了非洲萨赫勒地区和北极圈可能成为新的冲突热点。随着北极冰层融化，新的航运路线和能源储备将引发大国对抗。美国灵媒吉尔·杰克森也在2025年底的访谈中说，我感觉重大冲突不会在2025年结束，它会延续到2026年。我觉得我们会在某些地方看到世界性的冲突。4个人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一个16世纪的法国药剂师，一个20世纪的保加利亚盲眼农妇，一个21世纪的巴西占星师，一个美国灵媒。他们互不相识，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可他们却像是读到了同一本剧本的不同章节，各自说出了同一个结论。2026年大势将至，但真正让人寒毛直竖的不是2026年的预言，而是巴巴万加关于人类文明终局的长期时间线。他说2028年人类将开始从金星获取能源，2046年人造器官将被大规模生产。他预测全球权力中心将在不久的将来转移到亚洲，中国将成为世界领先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而到了5079年，人类文明的最终大限世界将彻底终结。5079年，它给了我们大约3000年的寿命。3000年听起来很长，但如果你想想，智人这个物种已经存在了20多万年，3000年不过是人类历史的1%多一点。而且回头看他描述的衰亡的开始，全球性的武装冲突，气候灾难加剧，人工智慧失控，社会秩序瓦解，你有没有觉得这些东西已经不再是预言了，它们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新闻？当然了，我们必须理性地看待这一切。巴巴万加的很多预言来源其实很模糊，他本人没有留下什么系统性的书面记录，很多预言都是后人根据他的只言片语重新整理和解读的，在传播过程中难免有添油加醋和过度解读的成分。同样，诺查丹马斯的诗句出了名的含糊其辞，几乎可以被套用到任何重大事件上。你要硬凑的话，他的每一首诗都能找到对应的预言。但问题是，当两位相隔500年的人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环境下，描述出了如此相似的未来图景：大战、灾变、文明的黄昏，这至少说明了一件事，也许他们看到的不是某种超自然的启示，而是人性本身的规律。人类永远不会停止争斗，永远不会停止追逐权力，永远会在文明的巅峰时刻亲手点燃毁灭自己的火焰。这不需要什么预言能力，
这只需要对历史有足够深刻的理解。所以那个终极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如果巴巴万加和诺查丹马斯看见的不是超自然的未来，而是人性的必然，那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一切，美伊战争、气候危机、人工智慧狂飙突进，究竟是历史正常的波动，还是巴巴万加所说的人类衰亡倒计时的第一声钟响？我不知道答案，但我知道的是，如果我们不改变方向，那预言就不需要什么水晶球，它只需要一点常识。好了，以上就是全世界最惊人的10个预言。从提前14年预言铁达尼号沉没的小说家，到提前100年描绘登月细节的科幻大师，从1909年就看见了智慧型手机的特斯拉，到反复命中历史事件的搞笑动画片辛普森一家，再到2位跨越500年却殊途同归的古老预言家。其实在历史上，这类惊人的预测还有很多。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早在1835年就预言美国和俄国将各自主宰半个世界的命运。当时俄国还是沙皇统治，美国还没扩张到太平洋。可100多年后的冷战完美印证了他的判断。一战结束后，法国最高军事指挥官福煦元帅在凡尔赛条约签署时冷冷地说了一句：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停火。结果整整20年后的1939年，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的精确到让人不寒而栗。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在1914年的小说《解放全世界》里描写了原子弹的威力和它对城市的毁灭性打击。这比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轰炸早了31年，比科学家真正理解核裂变链式反应的原理都要早。所以你会发现一个规律，有些预言来自对现有趋势的深刻理解，比如凡尔纳、特斯拉和盖茨，他们不是在预见未来，而是比其他人更早地理解了现在。还有一些预言来自对人性永恒规律的把握，比如托克维尔和福煦，他们知道人类的贪婪、恐惧和权力欲望会把世界推向什么方向。而像诺查丹马斯和巴巴万加这样的案例，则更加神秘，他们的精准度时而惊人，时而荒谬，像是在规律和混沌之间摇摆。这些预言告诉我们的也许不是未来已被写好，而是人类的行为模式是可以被预测的。我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以为每一个选择都是全新的，可也许在某些洞察力极强的头脑看来，我们不过是在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一遍又一遍。文明崛起，然后自我毁灭；帝国扩张，然后崩溃；科技进步，然后被用来制造更大的武器。和平只是2场战争之间的喘息。回到我们此刻身处的2026年4月，美伊战争正在进行，中东的天空每天都在落下炸弹，荷默兹海峡被封锁，全球能源供应陷入混乱，人工智慧正在以超出所有人预期的速度渗透进每一个领域，气候数据一年比一年触目惊心。而社交媒体上，巴巴万加和诺查丹马斯的预言正在被数亿人转发。也许最可怕的预言不是来自任何先知，而是来自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了解。我们知道问题在哪里，我们知道悬崖在前方，可我们就是停不下来。就像铁达尼号的船长知道海域里有冰山，却依然全速前进；就像一战后的政治家们知道凡尔赛条约埋下了下一场战争的种子，却依然签字画押；就像我们知道化石燃料正在烤焦地球，却依然每天开车上班。人类最大的悲剧也许不是看不见未来，而是看见了却选择视而不见。预言家们存在的意义或许不是告诉我们会发生什么，而是提醒我们，如果你不改变，就会发生什么。可问题是，我们听了吗？从铁达尼号到原子弹，从气候危机到人工智慧，每一次人类都被警告过，每一次人类都选择了忽视，然后每一次预言都成真了。所以下一次当你嘲笑某个预言太荒谬的时候，也许可以停下来想一想，100年前的人听到每个人都会随身带一台可以和全世界通讯的小设备的时候，也觉得很荒谬。50年前的人听到政府会监听每个公民的电话的时候，也觉得很荒谬。20年前的人听到川普会当美国总统的时候，更觉得荒谬透顶。可他们全都发生了，